这是广西著名的纸片楼，楼的厚度只有几十公分，主人居然还安装了卷闸门。我很想知道，打开卷闸门，里面是什么情景。今天我要去探访广西的一个小县城，被网友们称为中国民风最彪悍的县。在部分网友的传说中，那里有空就约街头打架，每个人出门都会带上家伙，一看对方不顺眼就立马火拼。我怀着一颗敬畏之心，踏上了从玉林到博白的绿皮火车。气温26度，车内整洁，虽然是绿皮车，但看得出来经过了升级改造，最明显的就是吊顶和行李架，颇具现代感。但祖传的座椅布套和白色头枕布仍然保持着中国铁路的土味经典。这种混搭就像58岁精神大妈做了个空气刘海，又纹了个韩式半永久，哪怕年华老去，也要留下靓丽身影。爱美之心永远值得鼓励，追求进步必然收获赞赏。列车开出城区后，风景开始明丽了起来。大片的水稻田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江汉平原。此时我多么希望微风能把稻田里秧苗的清香送进这旅行的车厢。这趟行程只有39分钟，票价11元。火车是我最喜爱的旅行方式，坐在车窗边，与他乡的风景和人们的生活擦肩而过。列车停在一个小小的陈旧站台，然后我从小小的博白站走出来，车站前停了许多三蹦子和网约车。为了省时间，我直接上车，网约车司机要求按一口价20元。我说在平台打车价格才10元。司机大哥言语礼貌，但态度坚决，说这里基本就是这个行规，这一趟也就赚包烟钱。人在外地，不怕一口价，就怕浮动价。再说了，来到民风最彪悍的地方，行事务必谨慎低调。于是我半愉快地接受了报价。为什么说博白曾经是民风最彪悍的地方？广西解放后首次用火炮对付犯罪分子，就是发生在博白。1999年4月6日凌晨，警方在博白县英桥镇与阮强团伙发生枪战。上午，从南宁调来的武警官兵携带火炮和火箭筒，在多次警告无效后，警方开炮轰击歹徒据点，随后展开搜捕，阮强被击毙。除了这种广西第一大案，博白民间的宗族械斗更是令人瞠目结舌。比如2003年广西公馆镇和博白县的武装械斗，拉出土炮近10门，警方调动了1000全副武装武警战士才控制住了场面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2015年博白秦朱两姓族人因历史积怨持械聚众斗殴等，这种事件还有很多。在玉林城区坐出租车去火车站时，我说要去博白，出租车司机给我讲了一件10多年前他在博白的痛苦遭遇。具体事情是，他拉客来博白，开进村子里时一切正常，客人下车后，他开出村子时却发现村口多了一个牌子，牌子上写着外村车辆严禁入内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最诡异之处就是，他开车进村的时候，这个牌子是没有的。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想象，村里几个人把他和车扣下来，说压烂了村里的路，必须赔钱。最后一番拉扯，赔了6000块。对于这位司机的经历，我个人是相信的，毕竟在10多年以前，别说这偏僻乡村，就是珠三角大城市，治安状况都堪忧，飞车抢夺层出不穷。博白这位网约车司机态度比较友好，我问他博白有什么特色美食，司机大哥回答空心菜。我纵横游荡国内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特色美食。我打车的目的地是博白的一处纸片楼，没想到司机大哥对此一无所知，但他根据我大略的描述，非常努力地帮我寻找，没有发现。于是我下车，找遍附近所有的街，都没有。我正要走时，看到了一家专卖店，旁边就是我要找的纸片楼。我用手指丈量了一下，纸片楼最窄的地方只有60厘米左右。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就这60厘米的厚度，主人居然还装了卷闸门，做成了商铺。我很怀疑，卷闸门应该是紧贴着后墙，中间根本没有空间。有人会问，这样的结构真的不会被风吹倒吗？人怎么上到2楼和3楼去？这样的商铺到底适合做什么生意呢？有网友说，只要有门脸，
就可以用来注册公司和个体户，而且可以开个婚介所之类的。墙上挂资料，墙前面摆一个折叠桌，支开一个折叠椅就可以做生意。另外还有网友说可以卖烟、卖对联、卖字画。最机灵的网友说，主人去相亲时，可以说自己家有5个临街商铺，能够大大提升相亲的成功率。现在我来给大家揭秘，看看这个纸片楼的另一侧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所谓的纸片楼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形的建筑，另一侧还是比较厚的，目测最厚大概有3到4米，一侧厚一侧薄，结构上肯定是稳固的，不可能被风吹倒。靠左的小门应该是楼梯，可以上到2楼和3楼。至于那5个商铺，除了最薄一侧的2个商铺空间实在太小，其他3个商铺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。老实讲，我很喜欢这栋房子，甚至进行了一番意淫。如果我是房子的主人，应该怎么分配各个使用空间，用何种风格装修，最重要的，我将会把它命名为三角大楼。观赏完三角大楼，我在附近走了很远，才找到一家吃东西的地方。这让我初步判断，这个县的消费非常萎靡和萧条，因为大家在家里面能够低成本解决，便很少选择去餐饮店，那么餐饮店的密度必然很低。我吃了一碗当地的粉，里面有牛肉牛腩和牛杂，价格8元，味道居然出乎我意料的好吃。因为按照我纵横全国大小地方的经验，美食水平与地方大小成正比，越小的地方味道越差。吃完东西，我准备去当地著名的客家文化步行街，路程3000米。看到路边有3蹦子，我上去问价，报价20。我说打车才10块，3蹦子大妈说最低20，还说要经过政府可能会被捉云云。听她说的这么麻烦，我想想还是放弃，省得多生枝节。于是叫了网约车，不到10块钱。在等网约车的间隙，3蹦子大妈介绍来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大妈。电动自行车大妈提出以15元的价格带我去步行街，我客气地拒绝了她，理由是中午的太阳会晒伤我白皙嫩滑细腻紧致的肌肤，紫外线会刺激皮肤中的黑色素细胞产生黑色素，还会使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受损，皮肤逐渐失去弹性。电动自行车大妈失望地离去，我第2次感受到了这个地方在经济上的困顿。在中国的许多县城，已经很难看到成规模的运营3蹦子，也很少遇到跑摩的的老年人，说明这里消费能力不足，消费不振又会导致就业困难。坐上网约车后，我查了一下博白县的人均 GDP， 居然只有 2.8 万，而2024年中国人均 GDP 为 9.57 万元。哪怕是我的家乡，在湖北省居于下游的荆州，人均 GDP 也有 6.84 万。我不由感慨，中国全面富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，许多发展落后的地区需要被看见，需要想办法提升经济水平。一路坐车经过所看到的市容，也契合我的猜测。我甚至可以说，这是我近5年来在国内旅行中遇到的最落后的县城。客家文化步行街是博白县的美食一条街，也差不多是人气最旺的地方。正好是午饭时间，附近应该有学校，所以街上有许多的学生。我特别喜欢孩子多的地方，孩子们是社会中最有活力的群体，我的心情也会被他们感染，变得欢快轻松起来。博白县是人口大县，户籍人口约194万，常住人口约140万，也是世界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，有世界客家第1大县之称，其中 77% 是客家人，具有客家血缘的人口数达140万，居全国县级首位。客家话为全县的通行语言，客家姓氏多达115姓以上，客家祠堂家庙多达1000余间以上。在博白的最后一站是人民公园，公园的大门是流量入口，做小生意的人们在这里售卖糖葫芦和各种玩具。进入公园后，最显眼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刻字 logo， 下面写着客家根脉客具博白，体现着博白的客家特色。公园里有许多休闲的人们，其中孩子占了很大的比重。再往前走是朱熹阳烈士的纪念碑，后面的山顶上还有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。朱熹阳革命烈士
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教师家庭，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，后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，是广西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。1929年6月在玉林牺牲。在烈士雕像的周围，人们打羽毛球、放风筝，坐在树荫下打牌下棋，孩子们欢脱地玩耍。这美好愉悦的生活场景，正如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所愿。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革命烈士纪念馆，展品不多，但维护得很整洁，不断有许多学生和年轻人进来认真地参观。我坐在公园树下的石凳上，想起了玉林那位在博白被讹了6000元的出租车司机。他最后总结所谓博白民风彪悍，其实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博白的贫穷。他说，现在的博白，大家随便出去打个工起码衣食无忧，年轻人都接受了更好的教育，有了法治观念，谁还愿意打架闹事？关于博白曾经的民风彪悍的标签，我继续深挖了一下原因。除了博白作为人口大县，人均资源有限，经济落后之外，还有以下2点因素。第一，客家人迁徙导致当地族群关系复杂，资源竞争激烈。明清时期，博白一带是土客械斗的高发区。第二，宗族势力强大，宗族观念浓厚，宗族矛盾容易引发集体械斗。博白县民风彪悍的标签是历史、地理、社会等多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，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作为背景，也可能被外界过度解读或刻板化。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逐渐消解传统矛盾，在我看来，现在的博白县在文明水平方面和中国绝大多数县城并没有什么不同。结束4个小时的博白之旅，我暗暗地设下一个约定，等到博白的人均 GDP 翻番，我会再来拍摄博白。我估计那时的博白应该已经升级成博白市了。